你的内心平静是脆弱的吗？请沉思片刻。一封意想不到的电子邮件，工作中的一句批评，计划的突然改变，这就足以摧毁你的心境，将平静的一天变成焦虑和烦躁的漩涡吗？你是否觉得自己的思想是一片开放的领域，容易受到任何外部入侵的伤害，没有围墙，门口也没有兽尾，就好像你住在一所门窗打开的房子里，任何一阵强风，任何路过的陌生人都可以进来，把一切都搞得天翻地覆。你整天都在做出反应，总是比世间落后一步，从未真正掌控，成为你未曾选择且无能为力的环境的认知。这就是有条件的平静的现实，一种依赖于一切顺利的平静。这种脆弱感，这种随风飘荡的鞋子的感觉，不是你的缺陷，而是一次默默交出的结果。在旅程的某个时刻，在不经意间，你将你住进的钥匙交给了外部世界，你把它们交给了你的老板、你的客户、新闻、他人的意见、交通、天气。你的冷静现在取决于他们，因此你生活在一种持续的警觉状态中，一种低度的焦虑，总是在等待下一次打击，下一个屁消息，下一个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并夺走你平静的问题。你成了一个反应的大师，一个灭火的专家，但你完全忘记了生活在一种无法被购买、谈判或被外力摧毁的平衡状态中是什么感觉。你忘记了成为自己内在领域的主人是什么感觉。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内心的堡垒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一种方法，一个心智建设项目来建造它呢？如果平静不是一种需要保护免受世界侵害的脆弱情感，而是一个你在风暴中心建立的不可动摇的结构呢？解决方案不是改变世界，因为世界将永远是混乱的。解决方案是锻造一个不被它动摇的心智。在这个视频中，我将教给你完整的项目，建造你内心支撑的详细地图。我们将一起建立内心堡垒的5大支柱。在这段路程的最后，你将不再害怕风暴，你将在你的城墙之上，安全的、掌控的观察它。在我们放下第一块砖之前，我们需要一个意向声明。花1秒钟订阅这个频道，加入其他冷静的建筑师军团，然后到评论区声明你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个建设。这个简单的行为是你的第一个承诺，是贴桥破土以建造将永远持续的东西的声音。现在就做，让我们开始吧。我们将用于这个宏伟建设的工具并不新鲜，它是一种心智技术，在战场上，在罗马帝国的权力走廊里，以及在古希腊的哲学学校中锻造而成。我们谈论的是斯多葛主义，但请忘记那种冷漠无情的哲学形象，那是一种漫画式的描绘。把斯多葛主义看作是人性的工程学，一个为人类心智设计的操作系统，旨在压力下茁壮成长。它不寻求消除情感，而是建立一个内部智慧中心，从中你可以观察他们，理解他们，并决定如何行动，而不是被他们拖着走。这是将仅仅是一个时间与你对该时间的反应区分开来的艺术，而真正的自由就存在于这个空间中。你需要做的战略性中枢是这样的：你所寻求的平静，不是一个需要完美气候才能绽放的静止花园。那种平静是脆弱的、暂时的，一种幻觉。真正的平静，不可动摇的平静，是一座城堡，一座时期的堡垒，在我们存在的最混乱的领土中心，你自己的心之中，一砖一瓦的可以建造。平静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一种内在结构的存在。它如此坚固，以至于没有任何外部问题能够穿透其核心。你将不再祈祷风暴过去，你将成为一个如此安全、如此坚不可摧的避难所的建筑师，以至于外面的风暴声将之成为一首摇篮曲，提醒你自己力量的强大。这不是一个现代的自我帮助理念，它是从巨人那里提炼出的智慧。马克·奥勒留，这位哲学家皇帝，统领着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晚上在他的日记中写的不是权力和荣耀，
而是在战争、瘟疫和背叛中，如何建立和维护他内心的堡垒。塞涅卡，罗马最富有的人之一，面对流放和私刑判决，写到灵魂的住境是至高无上的山。而艾毕克泰的，身为努力却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大师之一，他教导说，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控制他人，而在于对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我们自己的心智，达到无可置疑的掌控。他们证明了这座城堡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建造。让我们从基础开始建设，这是你整个堡垒将建立起上的地基。如果这个基础薄弱，你在上面建造的一切都会在第一次压力即将出现时崩溃。第一个支柱，也是最关键的，是控制而分法的残酷而解放的清晰性。这个由艾毕克泰的教导的原则生成，宇宙中的一些事物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而另一些则不然。这听起来很简单，几乎是有知的，但你99%的痛苦、焦虑和挫败感都源于混淆这两个类别。这是你所有条件的平静和反应性的根源。每天破坏你的内部冲突是这样的：你的心智处于习惯，将大量的精力、注意力和担忧投入到完全超出你控制范围的事情上。你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担心你活动当天可能会下雨，担心你将面临的交通，担心你老板会做的决定，担心全球经济。花在为这些因素苦恼的每一分钟，都是你扔掉的力量，是生命能量从你地基的裂缝中泄露出去。你试图控制不可控的，而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无能为力、愤怒和绝望。这就像试图用手抓住风。与此同时，你作为绝对君主的竞技场，你权力的王国却被可悲地忽视了。什么在你的控制之下？你的观点、你的判断、你的决定、你的行动，你选择如何回应每个事件的方式。这是一个小王国，但它却是最重要的。你无法控制你受到的侮辱，但你绝对可以控制它是否会冒犯你。你无法控制经济危机，但你可以控制你储蓄、学习新技能、谨慎行事的决定。平静不是来自一个塑造自己以挂应你愿望的世界，而是来自一个只专注于自己选择力量的心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准备参加重要比赛的弓箭手，他可以控制他的训练、他的饮食、他的呼吸、共和键的选择、他拉近贡献的方式，以及他释放他的确切时刻。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然而，在坚持开弓的那一刻，他就进入了不可控的领域。一阵意想不到的阵风，一只飞过的鸟，空气的湿度，所有这些都可能改变他的轨迹。聪明的弓箭手，4多个拍的弓箭手知道这一点。他把他所有的卓越都投入到过程中，投入到设计的行为中。射出之后，他以平静的心态接受结果，无论结果如何。而愚蠢的弓箭手则只遭遇结果。他射出箭后开始祈祷、焦虑、诅咒风。他的平静被箭的轨迹所束缚，被他不再能控制的东西所束缚。不要成为那样的弓箭手。专注于你的过程、你的行动和决定的质量。将你的工作与工作的成果分开。你的任务是平美的和智慧行事，结果属于命运，属于宇宙。这种分持是通往自由的第一步。它耗尽了焦虑的力量，并将对你内在状态的控制权归还给你。当你按照这个原则生活时，外部世界就失去了扰乱你的力量。一句批评只是一条信息，而不是人身攻击。一次接骨成为环境的变化，而不是对你价值的陈述。交通就只是交通。你停止打那些你赢不了的仗，开始住在唯一重要的战场，你自己的心智。控制而分发不是被动，它是将你的能量战略性的集中在它确实可以创造真实而持久改变的地方。现在就奠定这个地基，那一本笔记本，列出让你担忧的事情，然后以残酷的程式将它们分成2列，在我的控制之下和超出我的控制。你会真亮地发现你的多少精神能量被浪费在了第2列。从今天起，你的任务是训练你的心智，
毫不留情地专注于第一列，这是基础，这是你不可动摇的平静的开始。在这里，你不再是一个受害者，开始成为一个建筑师。地基稳固后，是事后筑起城墙了。这些不是屋里的墙壁，而是保护你城堡的坚不可摧的精神防御。第二个支柱是掌握感知的盾牌。4多个拍教导我们一个深刻的真理：不是时间扰乱我们，而是我们对时间的判断。同一个时间，例如失去一份工作，可以被一个人视为灾难，而被另一个人视为重新开始的解放机会。时间本身是中立的，它是一个原始的事实，没有任何意义，是你的心智赋予了它介质，给它贴上了好或屁的标签。让你脆弱的冲突是你相信外部时间有固有的力量，让你产生某种感觉。你相信谋反在于别人的话语中，挫败感在于交通堵塞中，悲伤在于逝去中，但这是一个幻觉。你正在授予你的力量，允许外部世界支配你的情绪状态。你的感知是痛苦和苦难进入的大门，而解放型的消息是你，且只有你是那扇门的守卫。没有你的内在同意，任何东西都无法伤害呢。正如马克·奥勒留所说，如果你阴谋见外，不失误而痛苦，那么困扰你的不是那件事物本身，而是你对它的判断。而你现在就有能力飞出那个判断。想象一下，你生活中的每一个时间都像是宇宙扔到你路上的一块未经雕琢的石头。石头本身不美也不丑，不好也不屁，它只是一块石头。你的感知是锤子和凿子，用这个工具，你可以拿起那块重力的石头，在上面雕刻出一件伤害自己的武器，创造一个受害者和绝望的雕像。或者用同样的工具和同样的石头，你可以雕刻出一个台阶，一个坚实的基础，你可以借此攀登得更高。雕刻什么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你，在每一个时刻面对每一个挑战。当有人批评你时，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你身份的攻击，感到被贬低，或者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你成长可能有用的信息，或者甚至只是另一个人意见的无关噪音。这并不能说明你是谁。结实的选择是你的超能力，这是你用来地狱世界之间的盾牌。时间可能会击中你，但他们无法穿透呢，除非你判断他们是有害的。这种训练需要警惕，你必须成为自己自动反应的细心观察者。当你感到一阵愤怒、焦虑或悲伤时，停下来，暂停片刻，然后问自己发生了什么。然后最重要的问题，关于发生的事情，我正在告诉自己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会意识到，是哪个故事，是你的解释造成了痛苦，而不是事实本身。通过将事实与虚构分开，你创造了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你可以选择一个新的故事，一个更有用、更能赋予力量的解释。每次你练习这种刻意的暂停，你的城墙就会变得更坚固。每一次你选择你的回应，而不是沉溺于反应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成为你的默认状态。你在世界上行走时带着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平静。他们看到你周围的混乱，看到每个人都面临的同样困难，但他们注意到似乎没有什么能深刻的动摇呢。这不是因为你变得麻木不仁，而是因为你成了一位跳塑大师，一位感知艺术家。他知道美丑不在于石头，而在于雕刻他的手。地基一点，城墙一立。我们需要一个观察点，一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场、预测敌人动向，并在堡垒内维持秩序的地方。第三个支柱是建造了望塔。正念的时间，你的思想和情感在不被观察时，就像在你城堡里肆意奔跑，制造混乱，散布恐慌，并夺取你城堡控制权的无记录叛乱者。你需要一个俯瞰的视角来治理你的内在王国。这里的根本冲突是认同。你相信你就是你的思想。当一个焦虑的想法出现，
如果我在演讲中失败了怎么办？你不会把它看作一个短暂的精神事件，你变成了一个焦虑的人。当愤怒的感觉出现时，你变成了一个愤怒的人。你与你脑海中的风暴融为一体，被跑来跑去。正念的时间在士多哥的背景下是登上了网塔，并提醒自己一个基本真理的行为：你不是思想，你是思想的观察者。完美的比喻是天空和云彩。你的意识，你真正的自我，就像天空，广阔、稳定，永远存在，且基本上是平静的。你的思想、情感、恐惧和欲望就像云彩，短暂一边，来来去去。有些是黑暗和暴风雨的，有些是轻盈和白色的，但没有一片云，无论看起来多么具有威胁性，能够伤害或玷污天空。天空只是允许它们通过。你的任务是学习成为天空，而不是认同每一片划过你精神的平线的云彩。时间很简单，但并不容易。它需要在安静中坐下来，只是观察你脑海中发生的一切，不加评判。你观察一个想法的出现，你不是抓住它，跟着它进入一个担忧的迷宫，你只是注意到它。一个关于工作的想法，然后你放手让它走，就像一片经过的云。你会注意到你的心只有分心，被拉向过去或未来的倾向。你唯一的任务是温柔地、不带批判地，把你的注意力带回到当下，带回到你的呼吸，带回到你的瞭望它。这个练习，如果持之以恒的时间，会发展出一块精神的肌肉，去认同的肌肉。在混乱的一天中，当一个强烈的情绪出现时，你将有能力在片刻之间退后一步观察它，而不是被它吞噬。你会看到愤怒的到来，并能说：我注意到一种愤怒的感觉正在升起，而不是简单的爆发。这个小小的停顿就是你的力量，这是成为你的激情的努力和成为你内在状态的主人之间的区别。从你的瞭望它搞出，你获得了一个战略性的视角。你可以看到那些思维模式是反复出现的，那些叛乱者在你的城堡里造成了最多的麻烦，然后你可以用智慧来处理他们，而不是被出其不意地抓住。你不会试图压抑思想或情感，那就像试图组织云彩出现在天空中一样。相反，你以一种平静的好奇心观察他们，理解他们不是你，对你没有权利，除非你授予他们。这才是真正的精神主权。一个简短的消息，如果这前3个支柱的构建已经与你产生共鸣，如果你觉得你正走在通往真正改变的正确道路上，我向你发出一个特别的邀请。我创建了一个名为“不可动摇的心智”的播放列表，里面有其他视频，用额外的技术和时间深入探讨了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把它看作是你的心智建筑图书馆。当这个视频结束时，点击屏幕上出现的播放列表，这是为那些真正致力于掌握这门艺术的人准备的下一步。现在，让我们来看第4个支柱。一个坚固的堡垒不仅有被动的防御，它还有一个装备精良的军火库和应对未来攻击的策略。它不会等到敌人兵临城下才做准备。你城堡的第4个支柱是装备你的军火库挑战的预见。斯多葛排成这种时间为 premeditatio malorum， 即对祸害的预先思考。这是消极的想象未来的练习，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无敌的战略家，摆脱量压和震量。让我们变得脆弱的内部冲突是我们天真的乐观主义。我们期望一天会顺利进行，人们会公正地对待我们，我们的计划会毫无问题地实现。然后，当你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轮胎爆了，客户取消了，争论发生了，我们措手不及。意外时间的冲击往往比时间本身更有害。量压使我们瘫痪，使我们变得反应性和情绪化。对祸害的预先思考是量压的解毒剂。想象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在一场大战前，他不会只花时间梦想胜利，相反，
他话术小事研究所有失败的情景。如果座椅被突破怎么办？如果不给先被切断怎么办？如果天气变化，雨水把战场变成泥炭怎么办？通过实现思考这些情境，他做了2件事。首先，他消除了这些时间的冲击和恐慌力。其次，他可以为每一个情境制定应急计划。他不是在消极，他是在做准备。你的生活就是你的战场。每天早上联系这个，花5分钟思考你的一天病温，今天可能会出什么问题？我的老板可能会批评我的工作，我可能会被困在可怕的交通堵塞中，我可能会收到一个屁消息。不要沉溺于恐惧的感觉，而是想象自己用我们已经构建的工具来应对这些挑战中的每一个，用控制而分发的清晰性，用感知的盾牌，用你瞭望它的平静。如果最屁的情况发生，你会如何明智的行动？这种时间改变了你与困难的关系。问题不再是从黑暗中冒出的可怕怪物，而是你早已在拳击台上等待的训练对手。塞涅卡说，预见到的事情来临时力量会减弱。通过在精神上演练逆境，你剥夺了它最强大的力量——意外因素，你变得反脆弱。大多数人在压力下会崩溃，而呢，你冷静的建筑师已经为那个特定情境进行了训练。困难只成为测试你建筑坚固性的一个机会。这不是邀请你生活在焦虑状态中，等待最屁的情况发生。恰恰相反，这是通往真正住境的道路。真正的平静不是来自希望海面永远风平浪静，而是来自你建造了一艘如此坚固的船，可以在任何风暴中航行的信心。通过遇见挑战，你可以带着一种住境而不可动摇的自信，而不是脆弱的乐观主义，去迎接你的一天。自信你有能力处理命运摆在你面前的任何事情。你的军火库准备好了，你为战斗做好了准备。最后，我们来到了你内心城堡与外部世界接触的点——柱门。一个堡垒可以时间不可摧的，但它不是一座监狱。它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一个智慧中心，从那里发起深思熟虑且有效的行动。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支柱是控制主门，正确的行动。4多个的瓶颈不是被动，它是一种动态的途径，通过你所做的事情来表达。这是你无论在何种情况和结果下都能依美的目标和勇气行动的能力。夺走我们平静的最终冲突是我们对结果的执着。我们行动是期待着赞扬、晋升、某人的感激，一个特定的结果。而当结果没有出现时，我们感到沮丧，被背叛，失去动力。我们的幸福和责任感被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所绑架，正如我们在第1个支柱中学到的那样，正确的行动或有美德的行动打破了这条锁链。他教导说，你行动的价值不在于它产生的结果，而在于你执行它时的意图和品格。想象一下，你是你堡垒柱门的守卫，你唯一的责任是确保只有优美的行动，勇敢的、公正的、明智的、有记录的，从这扇门出去。你无法控制外面战场上发生的事情，你无法控制的人会如何反应，天气是否会改变，或者你将赢的还是输掉战争。你的责任，你荣誉与平静的源泉，仅仅是确保每一个从你们外新进的士兵都以最高的卓越和正确的意图去做。胜利或失败属于命运，你行动的质量属于你，这是最终的自由。你做正确的事，不是因为你期待回报，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你尊重他人，不是为了让他们喜欢你，而是因为这是一个优美的人的行为方式。你以卓越的态度投入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确保晋升，而是因为对卓越的承诺是你品格的体现。你的自尊和处境与世界变幻无常的反馈脱钩，并锚定在坚实而永恒的东西上，你自己的原则。马克·奥勒留完美的总结了这一点：对行动的阻碍推动了行动，当在路上的东西变成了路。如果你正是图以耐心行事，交通堵塞不是你时间的障碍，它就是你的时间。如果你正是图以勇气行事，
一个可怕的情况不是障碍，它是你勇敢的机会。外部世界激起所有的混乱，从一个充满挫折的类区变成了一个为训练你品格而完美装备的健身房。因此，专注于你今天的行动，在每一次互动中，在每一项任务中，在每一个决定中，问问自己，这里有美德的行动是什么？勇气、正义、智慧和纪律要求我现在做什么？然后尽你所能去做，并完全放下对结果的指咒，像城门的守卫一样行动。你的平静将不再在一切顺利的理想化未来中找到，你的平静将在此刻，在你自己的选择的力量和尊严中找到。这就是完整的堡垒，这就是掌控自己杰作的建筑师。你走到了这里，你从反应性的开放和脆弱的领域，来到了你自己内心城堡的安全城墙内。你受到了项目、工具和材料。我们经历了控制而分法的地基，用感知的盾牌筑起了城墙，登上了正念的瞭望塔，用挑战的预见装备了我们的军火库，最后通过正确的行动控制了柱门。请记住，这不仅仅是一趟需要理解的课，这是一个需要日复一日建造和维护的堡垒。建设用物质镜，每一天都是加固你的墙壁和磨光你的武器的新机会。现在是时候封印你的承诺了。如此规模的建设需要一个公开的声明，一个巩固你意图的行为。你做的第一个评论是破土动工的行为。现在，我希望你在这项工程的基石上签名，最后一次下到评论区并声明：我的平静是我的堡垒。这不仅仅是一个短语，这是你的新周语，提醒你刚刚重新获得的力量。如果你看到了这一点，也请评论：我看到了。最后，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和他人。这是向聚集在这里的建筑师社区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你是认真忠诚的意愿。如果这段路程让你变得更强大，如果这个项目与你寻求不可动摇的平静产生了共鸣，那么就巩固你的学习。点赞这个视频，将这堂课记录在你的脑海中，并订阅，以免错过任何未来用于你建设的工具。最重要的是分享。想一想，你生活中那个正在挣扎的人，那个像风中之血一样生活的人，然后把这个项目发送给他。教导的行为是双倍学习的行为，帮助建立其他堡垒。现在就去吧，愿你的平静如你刚学会建造的城墙一样坚固，以美的形式成为你城堡的守卫，